东家不相信我的技术，这么大一个无纺地基，居然选择人工来回填。Hello， 老铁们，我是雪娃娃。前段时间我们来帮东家把这个房子拆了之后啊，把这个地基也挖好了。现在东家把这个圈梁已经搭好了。今天东家喊我们来，我还以为啊是来跟他回填地基，但是最后东家说这个地基不需要我们挖机回填，到时候啊他们人工来回填。具体什么原因呢？我们后面慢慢的说。今天东家的主要的精神呢，就是让我们把之前挖地基挖起来的这些石头给它处理一下。当初随口给东家提了一个建议，说这个石头如果说你觉得丢掉可惜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合理的利用起来。最后东家采取了我的建议，还说我这个建议啊比较好，也能为他节省一笔开支。一开始东家就打算在这个路边打一个挡土墙起来，把之前的这个场地啊扩大一点。最开始的打算呢是倒混凝土，最后我们挖基坑的时候挖起来了很多石头啊扔掉有比较可惜，然后我就给东家建议说，干脆啊我们把这些石头全部码在这个边上，然后啊在石头的边上再倒10到20公分左右的混凝土，这样一包住，整个坎子啊又牢固，又把石头解决了，而且也能节省一些材料。最后东家一想这个办法确实是不错，然后啊就采纳了我的办法。今天呢主要喊我们来就是给他码这个坎子。现在我们挖的这条沟不敢使劲往下面挖，因为啊这个下面有天然气管道，我们就挖了30几公分左右，然后啊比这个公路矮一些就行了。沟挖好了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开始码这个石头了。这个石头啊全部是条石，我们在码的时候啊最好是横着放。横着放的好处就是这个地基要牢一点，当我们这个石头码高了呀，它不容易垮。但是这个缺点也有，就是啊比较会石头。石头码好了啊，要在石头的外面支模倒个20几公分的混凝土。为了这个坎子牢固，这个石头啊我们只有这样横着放。这排石头码好了，东家说这个沟留的有点大了，我们再把这个石头啊往外面挪一挪。这一排石头码好了，这个表面上啊我们就挖一点泥巴给它面到这个表面，然后再用斗背给它拍一拍，给它拍紧。这样的目的就是把石头里面的缝隙填一些泥巴给它拍紧，这样更牢固一点，这样也方便我们后期往上面加石头的时候啊更好码一点。这里有个小细节，我们在回填泥巴的时候，前面这一节我们就没有回填泥巴。前面这一段不回填泥巴的原因是因为啊后期我们在倒混凝土的时候啊，这个混凝土就会流到这个缝隙里面来，这样啊就能包住这个石头，整个坎子啊也就更牢固一些。第二层石头码好了，我们重复之前的动作，然后在里面挖一些渣子，然后再给它拍实。东家这个坎子有2米多高，到了后面呢这个石头就不够用了。之前我们拆房子挖下来的这个水泥板我们也不要浪费了，也给它码到这个坎子上面。肯定有老铁质疑，这样码起来有用吗？牢固吗？老铁们你们看，我们码好的这个石头这个缝隙有点大，当我们外面把膜支好了，把这个混凝土搅稀一点，这个混凝土啊就会顺着这个缝隙啊流进去，把这个石头包住，这样啊肯定是牢固的，而且这样啊也能节省不少的材料。最主要的是这个石头啊还帮东家消化了，这样啊是一举两得。兄弟们，你们说我这一顿操作下来靠不靠谱？这个保坎到底牢不牢固？外边保坎码好了，然后我们把挖机开上来，把之前我们拆房子挖下来的这个建渣，把这个场地啊给它平整出来。到时候啊这个场地啊它还可以堆一点材料。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揭晓一下东家的这个地基，我们挖机都在这里，为什么不喊我们挖机给它回填，而选择人工来回填呢？原因是因为这个附近呢，之前有个东家找了我们一个同行来给他回填地基，在回填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把这个地基给它挖坏了。这里说的挖坏，并不是说在回填地基的时候用斗尺去碰了一下这个圈梁，然后啊掉了一些混凝土出来，而是直接把这一段圈梁直接挖断了，钢筋都拉出来了。最后东家没办法，只有把这一段呢给它锯掉，锯掉之后啊重新支模，重新倒起来的。这个东家知道了之后啊，心里面肯定就有阴影了。我说我用挖机给你回填，这样比较快一点，而且在回填的时候啊，还可以用斗背啊把这个场地里面给你拍一拍，这样啊要好些。但是东家就是不听呐，那就没办法了，可能东家有心理阴影了。
只有他们人工慢慢回填了。这个位置啊，东家要在这里挖一个化粪池，我们就把这个围墙给它拆了，拆了之后啊，把这个砖块挖到一边去。东家要在这里挖一个1.5米宽、2米长、1米多深的一个化粪池。挖化粪池挖起来的这个泥巴呀，我们还是给它挖到这个屋脊里面去，这样后期他们人工啊也要轻松一点。边上的这一排地基，我给东家说，我们挖机不进去，我就在外面把这个地基给你回填了，这样啊你们也能轻松一点。东家还是不相信我的技术，觉得我在外面给他回填也能把这个圈点给他搞坏，那就没法了，那只有等他们人工后期慢慢的回填了。好了，兄弟们，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关注，感谢点赞，我们下期再见。